大家好，这一棵是长得健壮，却晚了3年才开花的七里香，确认会开花后才进行移植，让它成为独立单株生长。另一棵最健壮的七里香，晚了近5年，终于也开花了。过往曾经有观众问是否七里香都会开花，到目前为止已经是100%开花，只是时间上的落差有点长啊。这要克服的简单办法就是幼苗开花后才进行选种移植啊，不然若是只种一棵很晚才开花，就需要很有耐心了。而这棵七里香修剪的频率大约是1年2次啊。七里香是很耐修剪的植物，经由反复修剪，可以让它的茎有加速变粗的效果。对于种植在花盆拿七里香树形赏玩呢，倒算是不错的树种啊。由于日前不断下雨，前院大概还要等好天气1周后才有办法再度进场，因此就把时间花在后院比较大的植株上。由于这棵已经经过几次的细部修剪，后续只需要进行微调。关于修剪的原则影片呢，以前有拍摄过了，个人的修剪功夫也没有长足的进步就不再进行细部说明。由于生长空间的缘故呢，当初设定的目标极限是2公尺高而树形则是朝多球状的方式进行修剪。由于七里香的枝叶生长得极为快速不经由拉枝，要修剪成类似五叶松片状的形态并不适合修剪成球状最为常见因此折中一下，修剪成分层的球状。毕竟这棵已经采用单株种植，只是修剪成篱笆或是单球的方式有点可惜由于是想修剪成多球的状态，要呈现层次又通风，球状的位置高低要不同。因为七里香枝叶长很快，修剪成同样的高度，很容易叶片又连结在一起经由每次长出新枝叶后，逐次进行修剪时，可以慢慢拉大高低落差。而这棵枝条变粗，已经可以呈现树形的状态。进行修剪时，除了确立哪一面是正面，修剪时适度的停下，站远一点观看，可以做出更好的修正。目前修剪的方式只将侧边修剪成型，中央位置还得再让它生长抽高预计会再修剪出2球。当七里香长到枝繁叶茂时，内部会出现一种由底部窜出往上的枝条，这种枝条为了抢日照，几乎不长侧枝很像是徒长的枝条。若是没有可搭配成球，是可以直接修剪掉。另外，往内生长的枝条，因为没有生长空间，为了增加通风性，也可以优先修剪掉。接下来的修剪影片过程就暂时不说明等修剪完毕后再继续。
这上方先保留，不进行修剪，等长高与可以合并成球的枝条形成后，才进行修剪。这从正面看来，枝叶还是过密啊，再次进行修剪微调。修剪完毕后，就可以试想一下，下次开花后成为球状的样子。由于经过修剪，枝条蓄积能量后，日后再次开花时，花苞会变得非常密集，一开起花来就会是团团的球状，甚至会淹没掉绿叶的存在。因为从过往开花的影片经验得知也才敢做出如此大胆的预判。右侧看完之后，看左侧。由于背后的一面需要预留方便行走的空间因此留的球数比较少，但是却可以比较高而在修剪过程中，并未发现隔壁小黑就坐在一旁平时人若是在后院，他跑来的时候就会小心翼翼地钻到这株七里香下，只是被修剪掉了。不知是否他会感到无奈否？4天后，上方还未进行修剪的部分已经准备要开花了，后方的空间则是持续进行净空这粗的白甘蔗长太多，得进行疏果，才会越长越粗之外，也可以提供更多的日照让一旁的芦笋有更高的产量。最右侧则是近日不断净空的效果，整个空间变得明亮了起来。谢谢收看。